全身麻醉相当于死了一次。医生揭秘，麻醉时身体都在经历什么？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人们受伤需要进行开刀时，不必再像古代那样简单的用白酒来止痛镇痛，各种各样的麻醉药物应运而生。由于麻醉起效快，效果明显，一经问世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在人们越来越广泛的需求之下，我国的麻醉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而提起麻醉，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是想到它可以神奇的让人没有意识，还是它良好的暂时止痛作用，亦或是全麻或半麻？无论你想到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可以清晰的意识到麻醉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范围之广。任何手术，无论大小，好像只要涉及到开刀动手术就可以用得到麻醉。而对比起半麻，全身麻醉的威力却是更加大的。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之下，人几乎是没有任何意识的。也不怪有人甚至直接说，全身麻醉一次就相当于死了一次。所以全身麻醉的威力缘何如此之大呢？当我们做了全身麻醉之后，我们的身体又在经历些什么呢？一、麻醉的好与坏。本质上来说，麻醉也是一种药物。作为一种药物而言，麻醉肯定有好也有坏。对于麻醉的好处，我们的体验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它良好的止痛作用。试想一下，如果自己的身体不小心受到了意外伤害，需要进行开刀手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没有麻醉，会是怎样的一种境况？毫无疑问，这无异于我们要硬生生的忍受用刀割开我们的身体，再用针缝上的痛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先不提手术能不能成功完成，可能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就会直接痛到休克死亡也不一定。而有了麻醉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麻醉会让我们失去意识，但失去的这些意识当中显然也包括痛觉意识。通常在打了麻醉的前提下，我们睡一觉起来，可能手术就结束了，完全不用硬生生的忍受全过程的痛楚。这样不仅更有利于手术的成功完成，也可以极大的减轻人们在手术过程中所要承受的各种痛苦，这是麻醉最大的一个好处。但同样的，麻醉在为我们的身体减轻即时痛苦的同时，我们的身体肯定也在付出相应的代价。麻醉或多或少的还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这些伤害主要是麻醉的副作用带来的。全身麻醉被应用之后，最快显现出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醒后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但也不必太过担心，因为这些反应只是暂时的，而且可以借助其他药物进行干预。除此之外，有很多人会担心麻醉，尤其是全身麻醉，会不会对人的神经和记忆产生不好的影响？毕竟，麻醉是通过让人的意识全无来消除痛觉的。其实，身体只要被注射了麻药，多多少少肯定会造成一定的我们的神经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研究显示，注射过麻醉的人患认知障碍的概率要比没注射过的人高那么一点点，但也只是1/1000的概率。而除了恶心、呕吐、短暂性失忆之外，麻醉对人体最大的副作用还是反应在肺上，因为全麻的患者，肺部在这时也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这也就导致肺部排出异物的功能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引起肺炎等疾病。虽然全身麻醉有这么几个不好的副作用，但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这些副作用都是后期可以用药物来治疗的，而且发生的概率也比较低。所以作用这么强大的全身麻醉，到底在手术的过程中对你的身体做了什么呢？二、麻醉对你的身体做了什么？注射麻药之后，麻醉对我们的身体作用是循序渐进的。当医生通过针管把麻药注射到我们血液当中之后，麻醉开始对我们的身体做动作了。注射完全身麻醉之后，最先受到麻醉侵扰的是我们的大脑意识。随着麻药的缓缓注入，我们可能会感觉视线越来越模糊，意识越来越不清醒。说白了就是有一种越来越困的感觉。当这种感觉到达顶峰之后，我们便会不受控制的昏睡过去。大脑在麻醉的干扰之下陷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也在这时完全交付给了医生们。与此同时，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在被麻药不断侵扰着，比如我们全身的肌肉。在全身麻醉的作用之下，我们全身的肌肉会处于一个更加放松、松弛的状态。
这样一方面更有利于医生进行相关的手术操作，另一方面，手术完成之后，身体状态也要比肌肉紧绷状态下完成的手术反应更小。再比如，我们身体的各个其他器官也和我们的肌肉一起经历着全身麻醉的过程，例如肺、胃、肝等等，这些都会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失去或者降低原本的机能。麻药的进入会让肺的呼吸作用受到影响，从而在气体的新陈代谢方面产生暂时性的问题。麻药的进入还会让胃的消化功能受到影响，从而术后可能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这些都是全身麻醉时我们的身体在经历的各项灾难。说到底，全身麻醉时，麻药对身体最中心的控制枢纽还是在大脑意识层面。由于麻药的用量是经过医生严格控制的，所以它并不会一直起作用，我们也不会一直沉睡下去。在手术完成之后，我们的身体意识逐渐开始觉醒，开始逐步摆脱麻药的控制。在这时，我们就基本上来到了全身麻醉的最后一个阶段——意识苏醒阶段。刚刚苏醒之时，我们的意识可能会有些模糊，记忆也会或短或长的出现一些缺失。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全身麻醉相当于死了一次的感觉。这一形容的由来，生动地表现出了全身麻醉的威力之大。在威力巨大的全身麻醉之下，不管是大脑意识的恢复，还是身体机能的复苏，都是需要较长时间进行调整的。以上是对全身麻醉时我们身体在经历什么的简单介绍。而在这一圈的经历当中，我们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3. 全身麻醉的注意事项。对于全身麻醉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主要从注射前、注射时、苏醒后3个阶段来看。我们先来看注射全身麻醉之前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在吃喝方面是一定要做到不吃不喝的，这一点直接关乎到手术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上文中我们也提到了，由于麻药的原因，手术过程中我们的肺、胃等各个器官的机能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注射麻药之时，胃的消化功能可能就已经暂时停止了。因此，如果你没有遵医嘱，在术前不久吃了食物、喝了水，那么当麻药起作用的时候，你胃里的食物残渣可能还并未被消化吸收完。带着没有被消化完的食物去进行手术，无疑会大大提高手术的风险率。这是麻醉之前需要注意的一点，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点。除此之外，麻药注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心态。人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是更容易没有安全感的。注射全身麻醉时，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们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医生，相信他们不管是在对药量的控制方面，还是在起效的时间把控方面，都可以保护好我们。所以，我们在注射全身麻醉之时，一定要放松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可以在更松弛的感觉下达到一个更好的水平，这样也更利于下面手术的进行。最后就是全身麻醉药效过后要注意的点了。基本上麻醉的时间和手术的时间是持平的，所以手术完成，也就是全身麻醉快要结束之时，我们要做得到的就是观察。一个是要观察病人是否可以及时恢复意识，达到清醒状态。虽然麻药的作用有限，但一直昏迷不醒肯定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另一个还是在饮食方面，由于麻药的消散是一个过程，所以身体器官机能的恢复也是循序渐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病人刚醒可以吃东西的时候，尽量给喂食一些容易消化的，比如说小米粥、南瓜粥等等，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同时有利于身体后期的恢复、结语。总的来说，全身麻醉是每个要进行大型手术的人都无法避免开的一个经历，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必太过于担心麻醉的危险性和之后的副作用，毕竟全程都有医生把控观察着，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